刚被拖走了。大家好，这期游钓呢，我们准备去一个蕴藏在大山深处的这么一个野库，它的面积是不大，但是呢，听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在冰冷森林中，我已孤独穿行太久，像奔肉的空罐头，谁在意心里的胸？那条泥泞的山坡，可以终结这寂寞。那就远走吧，奔向遥远的天际遨游。陪你扬手直到世界尽头。渴望的心不要理由，善良的青春岁月紧握住。等我一个人把钓鱼装备千辛万苦的从上面搬到这里来，大概只过了半个小时。大家看这个水库的水位，大概也只有半个小时啊！你看这个水位，马上就浅成这个样了，直接浅到坝底了。现在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好。哎，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是好了。哎。既然想继续在这个水库做钓，没办法了，要付出代价。我们要从这个坡上把钓位一层一层的挖下去。我们今天把钓位就选择在这个滑坡滑尖这里，滑尖下面钓到那个大坝中间去。我们现在终于把钓位给搭好了，这里的水深只有1米多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用一根5.1米的钓竿先试一下，到底接下来的鱼情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，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哎呀，哦哟，不过20分钟来口了。20分钟都没有到哦，来口了，一个大黑漂个。看一下什么鱼？鲫鱼，鲫鱼，鲫鱼。哦呦，哦呦呦呦呦呦呦，跑了，第一条鱼跑了，飞的时候跑了。哎呀，虽然这条鱼跑了，也不是很大，说明什么呢？虽然这次坚持很艰辛哦，说明我今天的坚持是对的。好，来继续。我也有底了，心里有底了，心里有底了。现在的水闸已经关掉了，这个水开始慢慢的涨起来了。来了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鱼吗？一个大肉棍，就是麦穗了。来了，是鲤鱼。由于我们刚过来的时候对这边的鱼情不大了解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线组搭配了1.2、0.6的线组。鲫鱼，鲫鱼，天刚暗下来就来口了，3、4两的鲫鱼。又来了，是条鲤鱼，好像抄起来先。
是条鲤鱼啊，我以为是鲫鱼呢。哇，这个水涨得好快呀，一下子涨到我的脚边了，1个小时将近涨了1米。哇，来大鱼了！哇！好漂亮的鲤鱼！哇，先抄起来！哇，太漂亮了！又来大鲤鱼了，0.6的线啊！这第3条大鲤鱼了啊，这个是第3条了，往上。哇，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这条比刚才那条还要大。哇，好大哦！先把它抄起来，大不大？这么长。现在又开始退水了。刚才水位在我脚底下的，你看1个小时水退到前面去了，退了2米多。哎呀，太恐怖了！哎，我们先上去睡觉了。哎，荒郊野岭啊！半夜3更还要爬这个乱石堆，往上爬。大家明天见了。现在呢已经是早上6点半了，真的不想起来啊，好冷好冷哦。我早上过来一看，这个水呢已经是涨点起来了。目前的话没有在发水，我们得赶紧抓紧时间过去看一下，趁这个没有退水的时间，应该会很好钓。好嘞，过去了。早上我怕会涨水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把钓台给提早拿上来了，放得这么高，你看，而且我系了一根丝手绳挂在鱼护上，怕等一下落水的时候鱼会那个死掉。看来都还在。好了，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。昨天水深好像是1米多，现在将近4米了。大鱼！来了。早上到现在等了3个小时啊，第1口第1尾。他还调戏我，你看这条鱼还调戏我。来了。太可惜了，因为这个口不是很明显哦，刺鱼的时候大概是刚刚扎在嘴巴的一点点皮，溜鱼的时候脱钩了。哎，这个水现在又涨得好快啊，半个钓台的身位又被涨住了。
我们又得往后搬。鱼缸被拖走了。刚刚在洗盘子的时候，鱼缸被拖走了。鱼缸被拖到大坝那边去了，现在被拖到那里去了，有点走回来了。还在那里山边那里呢。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这条鱼拖着我的鱼缸绕了水库一大圈，又回来了。这个鱼还在对面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。我看现在它肯定是不会过来了。我们到边上找一下，有没有其他钓鱼的朋友到他那里借根抛竿，也只能这个样了。我们沿路找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找到一位非常热情的南洋的钓友哦，他借给我了一根路亚竿，我们下去试一下。找了半天没找到鱼竿了，难怪找了一圈没找到，那根鱼竿倒插在对面那个出水口的那里，不知怎么鱼竿会倒插在那里，怎么回事不知道。找不到哦。够啊。爸那里可以过得去吗？好嘞，我过来。我现在跟着这个热心的钓友，通过这个水库的大坝，到对面的房子那个2楼去。这上面好像很深哎。你看它这里只有对面啊，其实这里过来，山路18弯呢。怎么会插在这下面呢？我找了半天，我说没找到。在这个朋友的帮忙下，鱼竿终于弄回来了。非常非常的感谢寿宁这位钓友啊，非常的热情的钓友，帮我一起把鱼缸给找回来了，非常的感谢。刚刚这个钓友家里有一个大鱼缸，他儿子喜欢养鱼，顺便我们把今天的鱼送给这个热心的钓友。好嘞，最后我们看一下鱼货。大鲤鱼，哎呀，这次游钓呢，我们经历了一波三折。哎，游钓是这个样的，虽然非常的艰辛，非常的困难，但是呢，发自内心的开心、高兴、充实，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游钓人。好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钓友们再见。赶快回去养起来，不然对了。你怎么称呼兄弟？我姓龚。姓龚啊，非常谢谢这位钓友还有他妹妹，谢谢啊，有机会来我们温州永嘉玩啊。可以，好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好，那你在这慢一点的呀。